American Professional Classic 給了一個很好的選項，就是在你預算有限的狀況下，你可以買到一個比較帶經典味的 Fender。Yo, welcome back。首先這部影片感謝婉伶樂器贊助播出。對，婉伶的老闆 Nick， 其實他對於他們賣的很多商品，他自己也是充滿了好奇跟熱情，所以我們就達成了一個合作，就是未來呢，如果有一些我有興趣的琴，然後我借不到，我可以跟他問問看。那還有就是，如果他們有一些很特別的琴，然後他自己也感到好奇，那他也會提供給我們拍片跟大家分享。那在這邊呢，感謝婉伶樂器的贊助，也真的很慶幸有尼克這樣子的老闆，讓我們有更多不一樣的機會摸到不同的琴，終於不再是一個二手商買吉他來猜的日常了。好，那我們今天呢，如標題所講的，我們是 American Professional Classic。那這個是 Fender 最新的每場系列，你會好奇它背後的故事嗎？ OK，let's move on。好，首先呢，其實我最 confused 的一點是，目前 Fender 的官網看到的单双版本都是玫瑰木，那单都是枫木。然後在11月初的時候，他們出了一支 FSR Fender Special Run， 然後是玫瑰木的单，所以我目前看不是很懂，就是它真的是要做单等於枫木，单雙等於玫瑰木的狀態嗎？那我們這個第一版本的到底又算什麼？還看不太懂 Fender 現在的規則啦。對，那我覺得理想的狀態應該是說，他們單雙單都要能分玫瑰木跟枫木，那就只能看後續。好，那其實 American Professional Classic 就是取代掉了去年以前的 American Performer。那其實 Performer 這個系列在往上追溯，還有一個叫 American Special， 以及它在更前面的 Highway One。那在 Highway One 之前呢，又可以再追溯到 American Traditional。那這個 Traditional 再往前追溯，就是 Traditional Series， 就是沒有 American 字樣的。那我們這邊又可以再講一段歷史了。其實我們前面講過，就是 Fender 的末場跟日本人有很大的關係，但因為泡沫經濟以及各種債務的問題，然後使日本人決定要退出了北美系的 Fender 生產相關事宜。好，那這一點呢，就讓墨西哥廠回到了 FMIC 手上。那 FMIC 其實在那個階段是算混亂的。那在1995年那個時間點呢，其實全球的樂器市場又經歷了一次被亞洲樂器震撼的階段。那個時候是這樣，那時候是包含台灣在內都是很強的電吉他生產國。那台灣最有名的雅馬哈嘛，那我們還可以再聊到那時候韓國。韓國那時候老樂師最愛的一定知道了，叫做 Samiki 嘛，對不對？然後還有非常多很有趣的日本品牌，阿利亞也是那個時候來的 ，Fernandez 也是其中一個。那更網論 Ibanez 也是在那個時候瘋狂的席捲全球市場的。對於一個剛接手到墨西哥字的美國人而言，他會有一點，我到底要怎麼做？那個時候墨西哥廠其實比較多，就是生產低階日本人留下來的模具，那也就是我有拍片，但我後來不想剪的，就是2支大窯，日廠跟美廠各一支的，因為後來真的覺得太混亂了，我覺得會讓你們越看越霧煞煞。那很簡單的講，就是那個時候的墨廠，它在低階的階段，其實它延續了日本人的模具跟模板，所以這會讓那個時候所謂日本製造的 Squier 跟墨西哥的 Spender 是幾乎一模一樣的產品。我不可能只做這樣子的吉他嘛，我一定要有點創新，所以他們選擇的呢是把當時他們開始擴展的代言人系列開始做了所謂的墨西哥廠的版本出來。那以目前身價最高的应該就是 Sembora 的墨厂吧，就是大猩猩嘛，那他就出了一支長得像62但是是大窯的所謂的沒有星星的 Sembora。对，那個時候還有像 Body Guy 也是，他就出了美墨各一款。
其實是一個蠻混亂又很好玩的年代。那個時候的墨西哥代言人背後都會有一個名字叫做 Standard。對，那這個 Standard 其實就變成了後來墨西哥場一直到 Player 出現以前的一個爛商，就是會覺得好像沒有這麼好，或者是就是就那樣子。因為這個名字真的是從很混亂到品質變很好的年代都在用的，所以那時候改成了 Player Series， 我覺得是好事啊，馬上讓玩家有一個很好的記憶斷代點。好，那再講回來，所以他們那個時候就試着在用 Standard 的架構下面推出了一款叫做 Traditional 的。那這個 Traditional 其實就是還是回到了便宜製造的一個方案，對，只是說它看起來會好像比較 vintage 一點點，但其實都差不多。那很快這個系列超短命，大概1-2年之後就跳轉成了 American Traditional， 1999年我記得，對，那其實是這樣子。American Traditional 是一個完全不用去探究的一個事實，就是它是墨西哥製造、美國組裝。那也是因為基於這一點，所以其實到了這一款，很多人還是認為它是墨西哥製造、美國組裝。對，因為到後面的 Special Highway， 其實大家都還是覺得，應該都還是墨西哥製造，然後在美國組裝。那其實這一趴就比較難講，那我只能說沒有 American 字前綴的，大概都是 Traditional 那個路線，就是墨西哥做好body烤漆，然後送到美國去組裝，然後掛美國的序號，然後販售。對，這個是比較經得起驗證的。那你說 American Special 之後是不是這樣子做？那目前無從得知，那只能知道是這個系列它提供的就是比較實惠的每場選擇。那回到我們當時在講 American Ultra 2跟Player 2的時候，其實有提到，不知道Performer 這個系列會怎麼樣去更新。那現在 Fender 給了我們這個答案。那其實這款琴我覺得有還不錯的幾個亮點。那我現在的心態是我抱着，假如我沒有研究過 Performer 的話，我會怎麼看待這把琴？首先，它是一個22個6.4窯座的架構。這個的架構有幾個好處。第一個是你可以把它塞得比較翹屁股一點，然後它彈奏起來會有比較 vintage 的風味，這一點蠻有趣的，這是6.4窯座的一個魅力。然後當它往後貼平的時候，它帶來的是一個比較軟的手感，因為你變成只是單純跟弦在對抗，然後你的琴的 attack 會相對的比較快，但是是我個人觉得比較沒那麼舒服的一個 setting。可是配上單單雙的話，其實你真的硬要把它硬鎖成無窯是真的 OK， 然後可以拿來做一些metal 的事情，是不錯的。那再來是這個琴颈的加工方式呢，其實跟我們之前的 Player 2是蠻像的。它其實是完全 fret 上去之後才開始做烤漆，然後它刻意的把烤漆都留在了 fret end 上。所以這支琴其實你完全沒有去看它，一摸到覺得這個琴做的還不錯，然後整個給你的感覺也都是那種這就是每場 Fender 的那種 feel， 其實我覺得是好的。然後整個琴颈呢，它是用消光的，這個是比較符合大部分人彈奏習慣的。琴頭還是亮面，這一點應該是現在最有趣的 Fender 式做法，就是琴頭還是要亮面的，但是它可以整個琴颈做成消光的。然後這個 tuner 是 Steger 的 Class Gear， 就是它是有高度補償的。然後 Nut， 如果你今天是個細節控，我會建議你可以再用砂紙把它打亮一點，但是它整個外形那個切圓有的沒的，其實做的還蠻不錯的，很不像過去的 Performer。我不是說要忽略掉 Performer 啊，然後整個 body 的 cut 跟它整個這種 contour 其實是很 American Professional 的，就是完全是 modern body。對，這一點也是我覺得我看到這支琴的時候，我還蠻欣賞它的一個原因，因為這個你跟我說是 American Professional， 我會說沒問題，你應該是 Professional 沒錯。對，因為真的很像，除了6.4窯座之外。好，然後還有幾個很有趣的點是從 Highway 那個時候延續下來的，這個是比較少人提到的，就是 Fender 在2004年那個時候的 Highway， 它的這個電路叫做
Griff Barkey。那它簡單的講，我們一般的痛鈕是砍掉高頻，然後留下低頻，所以你會聽起來，聲音變得渾渾濁濁的，然後可以透過不同的電容去改變這個砍的特性。可是不外乎就是高頻會被帶下來，那有的會連着低頻一起被帶掉，有的是會讓整個中頻變得凸一點點，因為極高頻跟高頻不見了這樣子。Griff Barkey 呢，其實它就是 band flitter， 就是它主要是針對高低頻去修改的，所以它變成的是中頻在位移。所以我們可以聽到像這樣，這個是後段。好，应该可以发现它在收痛的时候，你的高频其實還是會留那麼一點點在那低頻也還是會留一點點在那其實主要是整個中頻的表現型會不太一樣，它不會完全讓你的聲音變糊，因為高頻還在。那這個也是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說 American Standard 那個時候從所謂的 TBX 過渡到 No Load。那到像現在還做了超車道，就是按下去會加入前段或者是 bypass 音量這些變體。可是在 Highway 之後的這個系列，其實一直保持的是 Griff Barkey 這個很特別的痛鈕系統。那待會我們也可以拆開，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好，那我們準備進入下一個章節，我們開拆。好，我們來回想一下這個系列現在出了什麼型號。它的 Tele 出了單單的，然後還出了單的 Nashville， 可是它叫做另外一個名字。那在 Straight 的部分呢，目前出的是单雙跟單兩個版本。它基於了 American Professional， 應該是雙單雙。那我會很好奇的地方是它的 Rode 到底像不像美廠，還有它的烤漆在收尾的部分做得怎麼樣，然後有沒有做屏蔽器等等的部分。那我們現在就是準備把它打開，哇，北拜，哇，這個 American Professional 啊，這沒什麼好講的啊，這body這個字塗掉了，不然的話應該可以偷偷看到它到底寫什麼。對，這是美廠的 Professional 會做的方法，這個完全都是。然後其實是有屏蔽器的，可以透過這個膠帶這邊。可以看到裡面是有一層屏蔽器，它才上烤漆的。這個是 American Professional 的特色，它這邊也是做的很 professional。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電路。其實電路的部分真的有很多可以值得跟你們聊的。首先是它的拾音器叫做 Coastline， 就是海岸線，對，然後全部統一叫做 Coastline 57。那整體來講，我覺得聲音是中規中矩，然後還蠻有那個 vintage 味的啦，就是聽起來是脆脆亮亮，大家會喜歡的那一路 straight tone。然後這顆雙，其實我覺得本身就是 Fender 的雙線圈特色，就是你也不太能說它多好聽，但是它就是很中規中矩，很好用。那我要講的是單雙版本的重點是這一顆音量鈕，可以看到它是雙層的，有沒有？它這個雙層其實是超有趣的一個概念，有沒有看到它這邊的 switch？ 它是一個特規的，它在這一排呢是一個正常的5段 switch， 可是它在最外面這一排，它帶了一個單排 super switch， 所以其實它完全可以透過這種接線方式，然後實現一個很有趣的跳線，就是它把單線圈輸入給 250K， 然後雙線圈輸入給 500K。是很有趣的一個方法的，然後它其實是有做到第4段切單，在這邊 Super Switch 的部分完成的，所以這個就只能說啊，這個料真的是只有 Fender 這種廠才有辦法玩出來。那維修的話，就只能用 Fender 的原廠維修包了。好，然後這個可變電阻是目前我知道的是有一些外國的零件商是會有的，就是 500K 加 250K 的方案。再來是這2顆是 Griff Barkey， 那這個 Griff Barkey 做成這樣子，其實就是 Fender 近年很愛用的，就是都用電路板完成。那比較常見的是它的高頻補償，像這樣子，
那也有紅色的版本。就是 Fender 其實近年很喜歡使用這個方案去做電路上面的電容方案啦。那如果你真的想要讓聲音更好、更有特色一點，我會覺得你可以去試着改成大顆的。不是說 SMD 不好，只是那種電容本身的聲音特性就是在那邊，那不同的電容、不同的電阻組合會有不同的風味，這個是值得改成大顆的，自己試試看。好，那有幾個可以聊的，就是 Griff Barkey 跟一般的有什麼不一樣？其實它這邊是一顆電容，它是1、2角串在一起，然後這邊呢，它是一個接地的走法，是一個電阻加一個電容，然後到第3角。所以它才能實現它這個很獨特的一個砍頻率的一個方式。然後還有什麼可以聊的哦？它沒有做高頻補償，這一點還蠻有趣的。對，這種單雙層的，如果你是 American Professional 或者是 Ultra 的話，它是會有高頻補償的電路塊的。然後焊接的方式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其實是蠻中規中矩的啦，完全沒有什麼好黑的。那料的部分都是 CTS 的，這個也不用太糾結。我覺得整體來講，這塊電路符合預期，然後也不意外。對，我覺得是好事，因為最怕的就是它打開跟預期的不一樣，這也是我們拍影片的目的嘛。好，然後 Jack Ferro 打開。好 ，Jack 的部分呢，不是 Switchcraft 的，這個可以建議你換掉。然後這個挖槽是 American Professional 的，算 Modern 式的大顆的，所以你要改什麼 Jack 大概都不是什麼大問題，這個沒問題。那像我們前面講的嘛，要看一個琴這個批次做得好不好，其實看彈簧式是最容易看出來的。老實講，我在猜這支琴的時候，我心裡一直很沒有底，因為我一直很怕它跟 American Professional 會差太多。目前看起來是不錯，我很期待這個打開會怎麼樣。Player 或者是墨西哥廠的做法是原木，就是不會上漆，他們都是烤完漆然後才挖這一塊。做的其實不錯呢。可以跟你聊的就是看得出來，這個窯做的 block 並沒有這麼好，但就有一說一，整體的加工的質感、那個乾淨的程度是沒什麼問題的。其實這個不看 block 這一塊的話，完全就是 American Professional， 都沒什麼好講的。那窯做的部分，我覺得你可以選擇看要不要換 block， 或者是把窯做直接換成像 Gotoh 或 Hipshot， 我覺得整體的性能會好很多啦。我不是說這個窯做不好，只是你可以去比較看看 Professional 2跟這一支，因為我覺得6.4窯做本身好玩的地方跟2.4是不一樣的，這個也是選購時一個可以糾結的地方。哦，哇，這塊鐵牌材質也改了，它不是鐵，20公克。我這邊有一塊 American Standard 的，可以看到這邊有 Michael Tidd， 這是 American Standard 的。37公克，對，這塊材質改了，Fender什麼都沒講，好有趣哦！而且兩者其實厚度是，它還比較厚哦，它還比較厚，還比較輕，所以你就會知道這兩個材質是不一樣的。那舊的 American Standard 還比較重，所以這一塊有改。好，拆內殼，沒有粘黏，太好了。哇，那個烤漆的支點，好好笑哦。這樣做也是不錯啦，少打一個洞，對，然後 QR code 的孔也在這，但是那個毫無疑問是近年的美制系都會這樣子做的，還不錯其實整體你可以看到它的那個收邊都是 OK 的，對，螺絲孔也很 OK。好，現在令人好奇的就是這塊body會怎麼樣。COL 2025 6月30可以看到它在這個邊緣，這是塗的吧？不知道，我覺得好玩哦。它為了要避免那個露出那種木頭色的感覺，它補了一層顏料在這邊。對，然後烤漆的收邊其實是漂亮的哦。以近代的每場 Fender 來講，我真的覺得從 Ultra 2開始就讓我很驚訝。真的是有差哦，是有變好的，可以看到兩邊這個刀口的那個漆，對，也是有稍微處理過的。對，它看起來很厚，也確實是蠻厚的，但是沒有會粘黏的問題，因為它已經清乾淨了。
它這個應該是清過，然後再上這個藍色邊的，對，整個很乾淨，很漂亮，非常的讓人滿意耶。哇，這樣會害我很想要去拆一支 American Pro 2看看。這 Pro 2也改了嗎？我相信可能整個製程都改了，就是整塊這個。對啊，真的，你早點這樣做不好嗎？真的是這個 body 是有水準的，這個 body 會讓人覺得哇，真的。這事情好像才51800，是不是？對，我現在價值觀有點壞掉了，我承認啦。但5萬多的每場 Fender，這個水準完全可以，這個比以前那個時候買58000那個時候是買 American Standard 那個時期的每場 Fender， 其實做工都沒有這麼好，然後要快6萬。那我也只能說，就是現在的 Fender 真的定價定的都超會的。那我們就做一個總結好了。這一次的 American Professional Classic 有什麼特色？其實基本上，很多老師彈奏的影片都說了聲音的部分。那我會跟你講的是，它在做工跟用料的部分是，比過去還要再更好的。相對於 Performer， 相對於 Highway， 相對於 American Special。其實它整體來講，你從這個 Pocket 的做工到剛剛電路師那個裡面整個很漂亮的收尾，然後電路它用的還是那個 Griff Barkey 的系統，這個是只有在這個系列上能玩到的。然後再來是這個彈簧式的整體的加工，會讓你知道，這個琴是一支蠻有心想要做好的一個產品。那你說跟 American Pro 2要怎麼對比嗎？我覺得 American Pro 2本身還是架構在所謂的 Standard， 這個不是等級，是指 Fender 想要給你的2025年這個當下，我要給你的標準的 Stratocaster、標準的 Telecaster、標準的 Jazz Bass、P Bass 這些 Standard。對，那你如果想要再多一點 Classic 的元素，就是像6.4搖座，像比較 Vintage 一點的 Pickup， 然後這邊要維持那種傳統 Fender 的大的。那這一塊呢，其實在過去你可能只能網上買到 American Vintage 2這種等級，差不多7、8萬的。那如果你的預算是American Professional 這個價格的話，就會有點緊，因為你大概要再多緊個2萬到3萬上去。那反而 American Professional Classic 給了一個很好的選項，就是在你預算有限的狀況下，你可以買到一個比較帶經典味的 Fender， 然後再來它也很好改，6.4搖座的改裝件也多。那這整套電路你愛改怎麼改什麼 ，Stratocaster 沒有再缺改件的。然後再來是整個內殼的加工質感比過往的這個系列都讓你感覺更像 American Standard， 就是美國的標準，不是指等級。因為在過往其實很多人會覺得Special 跟 Performer 的內殼就是做的不如 Professional 好。對，那其實這一支的話，你真的不講，真的就是一支 Professional 的內殼，這是沒有什麼問題的。那從這些細節來看呢，其實很容易看出，Fender 在設定這些規格跟這個命名的時候，他們是有去思考過的。它的 TA 族群，它可能更像是專業的玩家，就是所謂的 professional， 但他們的訴求又沒有要到那種 modern Fender 的那種路線。那這一支給了你很多可以玩的地方，然後又有非常多可以體驗改裝樂趣的點。那再來不外乎就是過往的 Modern Free 的 Neck、Medium Jumbo 的 Fret， 其實都是很多老師都非常熟悉的那一位 Fender。所以我覺得這個系列，如果你今天是一個入門玩家，你的預算有到，不妨考慮看看。那如果你是一個進階玩家，想要再買一支6.4搖座的 Fender， 可是又不想要買到那種純 Vintage， 感覺很難養、很難彈的。這支不錯，22個6.4搖座，然後買個單的版本，然後電路看你要怎麼改，留着 Griff Barkey 也是不錯的選項。好啦，那這部影片就到這邊。這部影片是關於 American Professional Classic 的拆解跟一些發現。好，希望你們看得喜歡。那在這邊再次的感謝婉伶樂器以及婉伶樂器的 Nick， 讓我們有機會拆到這把琴。那如果看得喜歡，還請幫我分享、按讚給你們的朋友，然後也可以去婉伶樂器看看這把琴或者是其他產品。OK，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 ，See you next time。